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了。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了。这后面又是一辆 Ford Focus 了，那这一个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就来一个 MK 3.5。之前我试驾过一个第3代的呢，前脸呢就没有这一代好看了。这一代的话呢，就看起来像什么呢 ？Aston Martin 啊，跟 Aston Martin 有关系的。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车主，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KC MK 3.5 Focus 的车主。我的频道很多人都叫 KC 一下的。这一代呢已经换了前脸，我们称为的叫做 facelift 之外，然后它也换了这一颗1.5公升的 EcoBoost 引擎啦。之前那一个是2.0公升自吸的，从一个 DCT 换成一个6AT。等一下我们去走走看看 KC 的车改了什么，然后呢顺便去试驾一下0到100的测试。我们等一下上山试驾。之前我这个影片有讲过 ，Focus 有分为 Focus ST、Focus RS 这辆车的无可否认，它整个外观啊已经是换了 Focus RS 的这个 bumper 后尾的 bumper， 还有它的这个尾翼啦。整套哦买下来哦都是淘宝可以买到吗？对，都可以淘宝买到。我这样证明中国人很多人玩这台车。哇，其实中国蛮多的，都不贵啦，大概 bumper 都500多600块，后面也500多600块，然后整 set 加买那个 spoiler 下来大概1500块，还没有包喷漆啊。当时推出这一代3.5代的时候呢，它最好看就是在这一个角度，它真的很飒，它的车头灯也换了一个，这个也是淘宝买的，大概1500块左右吧。1500对啊，所以所有的改装物品呢都会列入在下面给你们知道。一解锁了之后啊，哇哦，看到吗？这里还有一个小灯，然后还有一个 LED 的日行灯，这个日行灯也是一个 signal 灯来的，还有流水线。白色、有蓝色，还有红色。我要关开就可以了。对，我这样蓝色配你哦。是，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这蓝色罢了。避震器是没有改过啦，是原装的，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Michelin PS4 的轮胎，215 50R17，它是原装的尺寸来的，一模一样，只是换了这个轮圈呢，就是 offset 有一点不一样。本来的 ET 是50，然后我换成35，是 MST 的哦，对，也是中国买回来。对，中国啊，它叫麦斯顿 FK07 17寸啊，7.5 JJ ET 35 Piano Black 亮黑了。它的 PCD 是5x108，很难找的一个 rim， 大概3000多块。卡钳也换了一个4活塞的，换了一个刹车通风碟。后面方面就保持着原装了，也是一样215的轮胎。你看它的那个 sensor， 1、2、3。6粒在后面呢。这辆车的短尾版本有分为 S 跟 S Plus，S Plus 就是顾名思义最高配的 Titanium， 就是有屁股的那个，可是那个就不怎么好看，我还是喜欢这种 hatchback 的哈。这辆车 high spec 到完了。对，很难找到哦。对，很难找到。就是auto parking， 还有就是在城市里面的一个自动刹车系统，好像最高支持到50 km/h 了这一代。我就没有试过在50 km 自动刹车啊，上次很慢塞车的时候它才用得到。对这辆车所有东西的方式你都试过了啦，这样你有试过它的 airbag 有作用吗？没有。排气管方面呢，有做了这个 RES 的 Valvetronic 中段，exhaust 4000多块这样子做。尾箱呢就不用多说了，跟我上次一样。这个 logo 换了黑色，对，连加上去了。加上去的这个车况真的是星星美美的哈。悬挂设置前面没卖花车，后面是一个多连杆的设置啦。它的 side mirror 也换了这个流水线的啦。当你解锁之后，下面有一个 LED 灯照下面了。原装的话是黄色的下面的灯，然后太暗了，所以我就换个 LED 灯，对 LED。车牌灯也换了白灯，是就很美了。跟 SD 一样的哈，它是一个 sensor 在这边。这是锁门。内饰呢，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全皮革座椅跟之前的第3代是一样的啊，坐下去。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看我第3代的影片。可是之前那个不是皮革座椅的，我记得气氛灯都是自己拉的，晚上看特别的好看，蓝色啊。总之是用这 RS 的蓝色主题就对了。至于它座椅方面，如果你是 Focus ST 的话，它是一个 Recaro seat 啦。Focus RS 的话更加的漂亮，座椅呢2张都是手动调节的，基本上跟之前那个 Mark III 差不多哦。这辆车还有自带一个 Ambient Light， 跟 ST 一样哦。ST 也是这边有。红色 ，ST 这边还有一条红色的，这个没有。我们来打造引擎一下，这辆车无钥匙启动，这个没有写的 Ford Power 了啊。对，ST 才有。对啊。
基本上这个仪表呢跟第3代是一样的啦，所以也是有彩色荧幕，然后这个蓝针冷气呢就跟 ST 差不多了。哇，基本上这个就长得好看了啊，有颜色，来自 Ford 的新度的 Sony 的主机，有的 Touchscreen， 之前那个是Sing One， 完全没有荧幕的哦。然后你要去打电话就这边，可是我不懂怎么Map 是用不到。Map 是用不到，Map 是没有的。这个排档杆跟 MK3 就不一样了啦。第3代的这里有一个加减，就是让你用手动模式。那这个3.5代呢，就换上了一个换挡拨片，换上了一个6速的一个自动变速箱，还有带有 Sport， 还有 Auto Parking Sensors， 还有一个传统手刹。对，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空间，2个置杯架，直接来了。哇 ，Yes， 哇，这辆车 condition 真的是漂亮。有兴趣要买的话，可以联络他。没有啦，不买。哇，上面还有一个灯呢。哦 ，Yes。我还有分左右，照下去这边的。我分左右。哦，这边还可以调你的腰。哦，原来是这样子调的。这个仪表的资讯荧幕就不多说了，跟之前那个长得一样。看一下它的引擎啊，打开引擎盖是在左边啊。有 remap 吗？这辆车没有，里面全部原装。我的黑色 logo。不一样气哦，以前是蓝色。这副引擎从一个2.0公升的 Duratec 自吸的引擎换成了一个1.5公升的 EcoBoost 的4缸涡轮增压引擎。之前可以产生160匹马力，这个Turbo呢就可以产生180匹马力，还有240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这一个6速的自动变速箱 Torque Converter 哦，之前是 DCT 哦，开起来会怎样呢？等下我们去试驾就知道了吗？那完全就是保持了全原装，没有改任何东西，除了就是 exhaust 这辆车有什么通病吗 ？Focus 里面它都会有第2缸的一个通病来的，它的2缸都会烧机油，coolant也会吃掉，coolant也会吃，所以 Focus 的车主都比较注意的是coolant，还有它的第2个piston。所以之前你有做过 top overhaul 了，是压箱就不用怕了，因为这个是 AT 来的。对，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们就去试驾吧。我蛮喜欢它的那个换挡那个机制的感觉，咚，对吧？感觉很 premium 哦。哇，这个起步就不同了啊。这个起步就很顺了没有？它不用等那个离合器结合，完全。但是其实啊，如果是 DCT 的话，它其实的起步也是挺不错的。如果比起这个现在很多中国车的 DCT 来说，它的起步已经是非常的顺。可是你会有感觉到它有一种那种你需要结合的感觉了。那这个就不用一踩就是去啊，这个就是 Torque Converter 啦。现在我的车都是 Auto OK。原装避震器 is the best。它的换牙也是 OK 的哦。我们再试一下，现在是1号牙是吧？2号，1号，可以哦。我是想这个方向盘电子助力方向盘，可是它架起来感觉有一点那种 hydraulic 的感觉。我觉得它习惯你的驾驶方式它把拉得蛮高，转一下大概3000转它才换挡对，很顺，那感觉上就是有点 NA 的感觉。现在我加到，不会好像一下子 turbo kicks in 到很威的那种感觉。换挡拨片按下去的反应也挺不错。现在的2手价钱大概是3万多块，我看到有一辆黑色的卖，可是就是全原装到完。那边的sorry， 我一直想着外国车就是在左手边行的了。Not bad 加起来，而且它的那个torque来得很顺哦，大概2000多转左右，你就有那个扭力了。换上了这具1.5公升的 EcoBoost 那 KC 对于来说，这一个 EcoBoost它的油耗怎么样呢？你打满大概多少钱？你可以走大概多远呢？我满桶，不要讲走到很空如果是基本上我都是在320到340
km。嗯哼嗯然后如果是讲省油没有，因为我脚蛮重的， ，OK。所以如果没有这样重的话，基本上可以到360到380。但是这辆车 EcoBoost 啊，它没有给你 Eco Button 的是吗？没有，它本身就是它这个本身就是一 Eco 直的。开着来的。看我起步，很柔顺的哈，它整个油门的踩踏，哎，我操，我又忘记了 ，damn，sorry， 很柔顺，但是感觉驾起来很顺。提速呀，其实之前我驾那个2.0的 AA 哦，驾起来都觉得它的力不错的。真的不错的，可是就要拉高转哦，这辆车不需要啦，大概3000多转已经蛮饱满了这个动力。OK， 那我现在想要试一样东西，就是呢，那我切换到这个 Sport 之后，这辆车会有什么反应啊？这个就是 Sport 啦。我们再试一下的，用换挡拨片来降档。踩 ，OK 哦，好叫哦，那个牙换的不错诶。那我降档，可能降档是慢一少许啦，可是很顺，它有做一点 rev mesh， 呀，哇，IBM，OK， 来试看，看我现在是4档，升档。not bad， 3万多块买回来可以哦。之前我朋友想要买，可是我对这辆车不熟，然后我跟他去看车看，然后他就因为那辆车可能 condition 没有很好，还没有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我的印象深刻是在于呢，他的这个车一进去有一个味道的，就是你知道当年欧洲车他们用的那个环保的材质，当你晒过太阳之后，它会发出那种好像在闻蜡烛的味道啊。可是这辆车没有那这没有啊，可是这个就是这个通病了哈，就是这种会融掉了啊。隔音也不错，我现在开到130了。这辆车有6粒的 Sony 的喇叭，配上 Sony 的主机，也 OK 我音响不错一下。你有改过吗？那个音响没有哦，人声体现出来的很前面那种左右啊，很环绕的感觉，哎，不错哎。这辆车性价比对我来说又再加多1分了哦。这辆车又有动力操控跟这一个隔音也算不错啦，只是因为放在马来西亚二手价是挺不好的呀，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找一个想要开一个 hatchback hot hatch 的话，其实 Focus 的 S Pass 可以的，可以买的，我觉得要买 S Pass 吧，你直接买最 hatchback 就好了。如果讲修的话，还是找到的，现在还是有找到零件的修车厂。哦，都找，不难找啦，就是讲不难找啊，可是偏贵。哦。哇，这个 brake 哦，踩下去太好踩了哦，这个死活塞，踩下去很有力道。你的改装方向是我的一个口味啊，真的干干净净，然后改的东西就是简简单单，还有它的重要东西会换原装啊，像比如说刹车方面啊，用中国牌子不用紧，只要是有牌子就好了，不是那种copy的就可以了。对，然后呀，就是这样改得很干净很美，就是我的一个口味了。那我们现在切换到 Sport， 哇，always 高转了啊！哇，这个其实我现在把车头灯关掉哦，我美耶，那个meter有亮白底的灯，啊，就是蓝针会亮灯，哦，不错。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0到100测试的环节啦，各位啊。3、2、1 ，Go， 踩完。力是有哦，可以哦，高转享受它的动力，可是它不会给你很暴力啦，毕竟还是一个1.5公升的引擎，
可是如果你比起 Civic 的话呢，我觉得差不多呀，动力。跟 Civic 马力一样。哦，对。但是 at least 它不是 CVT， 哈哈，这个重点来了。看我这样3000转，我猜，刚才3000转我这样子猜 ，OK 哦，这辆车比起第3代哦，你 top up 多一个1万多块，甚至大概2万块左右哦。你看这辆车3.5代，其实蛮值得去玩的，因为之前那代，我觉得有一个不人性化的东西，就是它的排挡杆这边哦，你要换美诺莫就是要按加减，很不方便呢。有时候我过个弯，我需要2只手嘛，然后变成我的手要这样子按，哇，有点不方便的嘞。然后这一代就换上来这个换挡拨片，就非常的顺，我的手就这样子放在方向盘，手不离开方向盘的，然后还有德沃，最重要的就是，你知道 Ford Focus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嘛，你买普通的 Focus， 它的价钱呢就比较没有这么好，二手价。可是如果你买 Focus ST 哦，2013年的，它的同一个年份的 Mark 6 GTI 哦，Mark 6 GTI 可能卖一个5万块，可是 Focus ST 要卖一个7到8万哦，反正更有价钱哦，因为它是美诺。当 Sport 先 ，Let's go。没有人上山了，全部人回家乡了。圣诞节快乐啊，各位哈！那各位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影片要干什么呢？我们就要把这辆车冲上云霄啦。OK，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多多点个赞哦，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你们打算买这个 Hot Hatch 的话呢，其实这辆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GTI， 新加坡车。来，跟他打个招呼，如果要下车的话。OK， 谢谢 Casey，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那我们现在3个人在车上哦，还有 Casey 女朋友在这边。OK， 各位好，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的影片再见啦，拜拜。